去年年底，杭州拱墅五月广场开业，詹老板在这里租了商铺，卖炸串小吃，据说生意还不错。1月10号出状况了，就是这一排商户全部断电了，原因就是可能说两家物业，就是从他们一个内部的消息说，两家物业就是可能说在争这一排的商户的管理权。第一天开业，早晨店就给人拉闸了，是不是？对吧？一开始打算的计划好的，然后什么的全都被打乱了。这一排受影响的商户有10几家，他们说，拱墅五月广场的大业主是石桥街道华丰经济合作社。2023年7月，经合社与杭州龙恒商业管理合伙企业签订租赁协议，约定把华丰时代城，也就是五月广场的1号楼和4号楼、5号楼朝南商业用房出租给龙恒。张老板介绍，他是去年4月29号从龙恒手里租的商铺。据他了解，停电是因为龙恒和商场运营方杭州右阳祥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有纠纷。然后我们水电费是全部交清了，是交到龙恒物业的。在龙恒物业跟右阳物业的就是两家物业，可能说，还有一个中间还隔这个华丰村，华丰村是甲方，乙方是龙恒，丙方是右阳，法定代表人是一个。然后他们就是没有收到龙恒的钱。然后就是把这边的电就是全部停掉了，投资了100多万。原来计划什么时候开业？计划是1月6号试营业的，然后一直没有电。现在呢，每天的费用大概多少？5000。5000是吧？光工人工资5000，吃住还不算。停电当天，商户们收到了一条右阳公司发来的短信，大致内容是，在相关部门的召集下，右阳公司与杭州龙恒将在1月13号就商铺关键问题进行协商，如果未能达成有效解决方案，仍可能再次停电。4号楼和5号楼这一排商业用房大多是餐饮和水果店，正常持续供电对商户来说是基本需求。收到这条信息，大伙儿更担心了。水果店你也知道的，基本上你停电个4、5天的话，基本上这里面的货基本上那就全废了。电费收缴问题主要涉及龙恒、右阳和华丰经济合作社等各方。龙恒的李总介绍了情况：8号的时候下午，商户收到的是中午的时候收到华丰村发来的那个催缴单，但是这个压根就不是华丰村要过来催缴的，应该是因为商户是跟龙恒签的那个租赁合同，那商户应该是要接到龙恒的催缴单，他们付费，是不是？然后晚上就又是村里又发了一个，是村里的文件，谁发的不知道，是落款是华丰村的，这个单到了我们每个商户的店铺里，然后我们商户就懵了。龙恒的李总介绍，当时为了拱墅五月广场按计划开业，成立了右阳祥顺公司，由后者负责招商和品牌引进等工作。企业信息公开平台显示，龙恒的实际控制人和右阳的法定代表人都姓李。李总说，这是他的老板。对吧？你们该走法律程序就走法律程序，但是对吧？不应该影响我们商户的一个正常经营，保证我们那个正常运营。然后你们之间有纠纷的话，你们去互相起诉也好，还是怎么也好，对吧？首先不能说就是这个殃及这些无辜啊。我现在希望尽快开起来，给我通电。右阳祥顺公司的办公点在商场负1层，记者找了过去，一位工作人员出面说明了情况。这个合同后面有一个补充协议的，刚开始是租给了龙恒，公司是租给了龙恒，然后最后龙恒的时候又叫什么，把所有的权益1号楼包括4号楼、5号楼所有的那个底商所有的权益全部转到右阳祥顺这边来了。这份补充协议，龙恒的李总此前出示过。与这次争议相关的主要是第6条，甲方华丰经济合作社同意丙方杭州右阳代替乙方杭州龙恒商业支付房租及履行甲乙双方所有协议中约定的相关权利义务。甲方向丙方杭州右阳开具发票，乙方为杭州右阳履行上述权益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右阳祥顺的工作人员表示，根据这条约定，龙恒跟商户的权利义务已经由他们享有和承受，
因此公司有权向商户收取水电费等。那自然商户要签合同跟谁签？把他的租金也好，把他的叫什么水电费也好，都转到这边来啊。但是我们没有收到这个东西啊，我们1分钱没收到，我们还叫什么？我们还去支付了，给村里面支付了，我们也不叫电钱，我们给村里面支付的这个水电费啊。8号开始就直接说我们要交费了，给了一个最后的总数，那我怎么去收费？怎么去核算？我们公司怎么去核算？商户怎么去认？怎么去计算？是不是？你给我1000万，我也按这个1000万的水电费去交吗？李总介绍，2024年前半年，大部分商铺处于免租期，之后每个月经济合作社提供电费清单，他们向商户收费再缴费，直到去年12月底，跟幼阳公司商业矛盾激化，导致停电事情发生。幼阳的工作人员介绍，根据补充协议，商户应该把租金和水电费等交给他们。现在的问题是，有的商户已经把钱交给了龙恒，幼阳公司再收费，大伙都不乐意了。他们是一个内部的一个，反正是争斗吧，反正就是已经，我们商户就是可能说，不可能都要让他们做垫脚石嘛，对吧？反正他们两家就是，幼阳的想逼着龙恒的，他可能说一个老大过来出来说话，然后中间就隔这个华丰村，因为华丰村他是收到幼阳的一个水电费了。但是收到幼阳水电费之后，幼阳嘛是想要龙恒就是把这个水电费交出来。龙恒给商户看的是前面的一个主合同，后面的补充协议，这个补充协议以及后面这个东西根本就都没有给商户去看这个事情。他们跟商户签的合同，在你这个补充协议之后，有前有后，一部分在前，一部分在后，应该是大部分在之后的。我们也跟商户说的很明确了，就是你要从哪个时间段开始，这个合同要必须跟幼阳祥顺来签，因为所有的权利都在这边。然后你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划定一个时间，在这之前你跟龙恒签的，对吧？第一个我们去追这个龙恒，我们已经缴纳的费用你们去追，我们去追他们，是的。华丰经济合作社是当事方之一，对于此事的原因和推进，相关负责人表示，补充协议里已经做出了明确规定，就是要我们把所有的这个票据啊、发票，那同时全部都是开给杭州岳阳祥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嘛。所有协议当中的相关权利义务都是由那个岳阳祥顺来承接了嘛。我们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包括我们也在协调龙恒和岳阳祥顺他们两边该有的相关的话事人也要出来，把这件事情努力的往好的方向去推进。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